全新 MG4 从提车到现在已经开过秋冬2季，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用车体验。首先来聊下驾驶感受，动力对于家用来说是足够的。在标准模式下，电门前段响应调校的有曲线型，防止起步打滑。到了中段会更趋于直线，调到运动模式响应也会更加迅速。同级别对比 ，MG4 的动力确实是比较有优势的。刹车方面，车辆减速接近快要静止时，有时会突然抖动一下，然后刹停。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整个刹车过程中前大部分用的电机制动，在快要停止时转换为机械刹车刹住车辆，转换衔接有点突兀导致的。启用单踏板模式就没有这种抖动了。MG4 的单踏板模式是能够停住车辆的，用习惯之后还是挺好用的。减震悬挂，我个人体验而言，软硬适中，既有一定的支撑性，又不至于太硬过减速带、沟壑等产生太大震动。后悬挂虽是扭力梁，但飞坡表现确实出乎我意料的好，干脆利索。转向手感，小幅度转向车头响应并不是特别迅速，转向幅度稍微大一点，车头的响应会更加及时。市区驾驶灵活轻巧，非常好开。高速行驶建议将转向力度调节到最重，会增加行驶的稳定性。换挡问题，当从前进档换到后退档时，如果踩刹车较浅，会导致换挡不成功，依旧停留在前进档。换挡失败提示音也并没有区别，如果不看屏幕，会不知道没有换挡，车辆会朝着预想的反方向行驶。低速行驶时不小心误触 P 档，会急刹。所以换挡的这2点问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，需注意。接下来聊聊电车的续航及补能。续航的话，在秋季且不开空调状况下，电耗基本在100公里10千瓦左右，能够跑到400公里。那来到冬季，正常使用空调，电耗会飙升至18左右，续航会打将近1半的折扣。补能从20%到80%，快充基本上在40分钟左右充满，慢充的话能够达到7000瓦，6小时左右充满。冬季会稍慢一点，但并不多。市区驾驶并不会有续航焦虑。电量过低时，地图会自动规划出能跑到的最大范围，这一点特别好，也是比较精准的。其他方面，市区驾驶噪音并不大，电车比油车安静太多，但有2个地方会让噪音一直大打折扣。一是轮胎压到小石子或者沙粒甩到挡泥罩上，噪音非常明显。第二个，热泵空调噪音和震动非常大。本来感觉电车特别安静，但热泵空调噪音特别响，震动还会通过方向盘传递到手上，感知特别明显。如果这2个问题能够改善下，用车体验会上升好几个梯度。乘坐空间，尤其后排空间，对于这样的小车来说，那是相当惊艳的，比油车大太多了，而且没有地台。我要吐槽下车机的迎宾声音高昂洪亮，像电影开场，无法设置关闭，车机启动会有一定的延迟。方向盘工程学设计，方向盘的喇叭不太容易按下去，用大拇指去按比较费劲，建议厂家可以改用轻一点的弹簧。捎带提下喇叭声音，听着特别呆萌，怪怪的。方向盘2侧按键布局及摇杆设置，让按键在使用上有点费劲。玻璃升降只锁定后排，并不会锁定副驾驶。后备箱没有阅读灯，漆黑的夜晚后备箱也是漆黑一片。自动锁车，下车后需要到右侧车门拿东西， MG4 有时会自动落锁，右侧车门把手是没有进入无钥匙按钮的，所以要么掏钥匙解锁，要么回到主驾驶门口触发自动解锁，即使我调了最大距离，还是会自动落锁。后备箱没有感应钥匙，有次我直接去开后备箱，车辆并没有解锁，当我把装着钥匙的衣服不小心塞进了后备箱，合上盖后，我才发现钥匙在衣服里，
当我再次按后备箱开关，后备箱无法打开了，全车也是上锁的状态。更恰巧的是，我的手机也没电了。当然，这种概率并不高，但还是提醒大家注意。在最后做个总结吧，全新 MG4 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在驾驶感受方面表现突出。其他方面会存在一些小问题，毕竟车无完车，瑕不掩瑜。希望全新 MG4 也能是你的用车选择。